很多人觉得视力模糊，大不了就是去配副眼镜的事。但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 Andrew Huberman 告诉了我们一个有点吓人的科学事实：你的眼睛本质上是长在头骨外面的两块大脑。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视网膜是由大脑组织直接挤出头骨，放置在眼窝里的。这意味着你的眼睛不是相机零件，而是你中枢神经系统最直接的延伸。重点在于，这些神经细胞是全身代谢最活跃的组织。无论是因为习惯导致的眼球物理拉长，还是长期压力导致的损伤，这本质上都不是简单的零件老化，而是一场不可逆的大脑组织形变。大家好，我是逆龄研究所。为了帮大家护好这两块裸露的大脑，我深度解读了 Huberman 教授以及顶尖眼科医生 Joseph Allen 的访谈，整理出了这套实操方案。首先，我们得聊聊那个被商家过度宣传的蓝光概念。Joseph Allen 医生在访谈中明确指出，目前的科学研究一致显示，屏幕发出的蓝光强度其实并不足以增加患上老年性眼部疾病的风险。那些防蓝光眼镜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安慰。如果你真的很介意蓝光， Allen 医生给了一个不需要花钱的物理建议：把手机拿远一点。根据物理定律，只要把手机拿远1倍距离，蓝光暴露量就会直接下降 75%。其实，真正毁掉视力的是调节机制的过度负荷。Allen 医生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想象一下，如果让你一整天都举着一个5磅重的哑铃，你的手臂肌肉会怎样？它会痉挛，会僵硬。当你看手机时，你眼球里的睫状肌就在做同样的事。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风险：伪近视。如果你连续几小时盯着屏幕，睫状肌会因为痉挛而锁死，让你看远方变模糊。这时候，如果你急着去配一副度数更深的眼镜，就相当于把这种肌肉痉挛给永久固定下来了。所以 Huberman 教授给出了一个生理与情绪双赢的方案，叫做全景视觉。具体做法是，每隔30分钟，请务必看向窗外或开阔地带。关键在于不要盯着任何特定的目标，而是有意识地软化你的视线，尝试在不转动头部的情况下，同时感知到你视野的最左侧、最右侧以及上方和下方。这种扩张视野的行为会向大脑发出信号，强行解锁痉挛的睫状肌，并能通过神经通路直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物理干预方面，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Allen 医生非常推荐开启屏幕距离功能。只要手机离脸小于30厘米，它就会发出警告。这是预防眼球被物理拉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除了控制距离，大自然里还藏着一种免费的护眼药。Huberman 教授强调，眼睛除了成像，还要向身体通报现在是几点，从而调节你的警觉性和新陈代谢。这就是晨间光照，每天醒来后，尽量去户外接触5到10分钟自然光，不要隔着窗户，也不要戴墨镜。这种光照能促使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在生物学上，它就像是眼轴发育的刹车片，能抑制眼球的过度生长。当然，这里有个巨大的警告，绝对不要直视太阳。Allen 医生提到过惨痛的案例，哪怕只是几秒钟的直视，太阳能量聚焦在黄斑区，就可能烧出永久性的盲点。另外，除了近视，现代人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其实是干眼。Allen 医生指出，当我们盯着屏幕时，眨眼频率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至20次，骤降到个位数，有时甚至低至3至5次。这就像在和屏幕玩瞪眼比赛，泪膜一旦破裂，视觉质量就会下降。所以，用眼的时候，请刻意的、用力的多眨眼。这比任何眼药水都管用，因为它能给你的眼球物理补水。至于很多人在意的眼袋和浮肿， Allen 医生指出，这往往和高盐饮食有关。当你摄入过多盐分，身体为了稀释钠离子，会强行把水分锁在组织里。所以，想消肿不仅要控盐，还要在白天多喝水来排盐。但一定要注意，睡前2小时要限制饮水，因为平躺后重力分布改变，水分会更容易渗透进眼周最薄的皮肤组织。如果你早上起来还是肿，15分钟的冷敷是收缩血管最快的方法。另外，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 Allen 医生在另一期节目里专门推荐过几款针对顽固眼袋的眼霜。为了方便大家，我顺手把这几款产品的清单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关于吃什么补眼睛，艾伦医生拆解了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谣言。其实吃胡萝卜能改善视力是二战时期英国空军为了掩盖雷达技术的发明而编造的宣传手段。他们不想让德国人知道自己有了雷达，就谎称飞行员视力好是因为吃胡萝卜。除非你极度营养不良，否则吃再多胡萝卜也不会让你拥有夜视能力。真正有效的营养方案其实包含这3点。第一，深绿色叶类蔬菜。Allen 医生给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数据，每周2.7份。大家可能对份没概念，其实1份大概就相当于你手里抓一把生菜的量，或者半小碗煮熟的菠菜。Allen 医生特别强调，这2.7份是每周的总量，而不是每天。也就是说，你甚至不需要天天吃，一周哪怕只吃2到3顿深色蔬菜，就能将黄斑变性进展的风险降低25%。这个门槛真的比你想象的要低得多。第二，磷脂型 Omega-3。视网膜光感受器中50%至60%的脂肪酸是 DHA， 但普通的鱼油吸收效率一般。Allen 医生建议优先选择鱼子或磷虾油，因为它们含有磷脂型 DHA， 这种形式拥有一张 VIP 通行证，能更高效地穿过屏障进入视网膜。第三， Huberman 还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成分虾青素。为什么要单独提它？因为它的作用机制很特别。我们在开头说过，视网膜是全身代谢最旺盛的地方，所以它对供血的要求极高。研究显示，虾青素似乎能显著增加眼的血液流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在帮你的眼底疏通管道，确保氧气和营养能真的被输送到这些高耗能的神经细胞里。眼睛既然是大脑的延伸，它也是全身健康的预警灯。Allen 医生特别提醒了一个现象，他把它戏称为医学生跳。这指的是那种像为了备考而熬夜狂喝咖啡的医学生一样的生理状态。如果你的眼皮一直跳，那说明你的压力和咖啡因摄入已经到了阈值，你需要的是睡眠，而不是眼药水。更危险的是飞蚊症。虽然大多数是良性的结块，但如果你的飞蚊突然大量增加，或者伴随闪光感，请务必在24小时黄金期内立即就医。因为这极有可能是视网膜撕裂的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可能会演变为严重的视网膜脱离。最后，教大家一个 Huberman 教授自己每天都在做的训练——平滑追踪。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长期盯着手机，我们的眼球现在只会死盯或者乱跳，正在丧失平滑移动的能力。训练方法很简单，拿一支笔，在脸前缓慢左右移动，头不动，眼睛死死跟着笔尖。每天练习2分钟。Huberman 甚至开玩笑说，他在飞机上也会做这个动作，虽然路人可能会觉得他是个怪人，但这是激活大脑视觉运动回路最高效的方法。总结一下，保护眼睛本质上是在保护你的大脑。今天看完视频，请马上尝试3件事。第一，开启手机的屏幕距离提醒。第二，每半小时远眺1次，练习全景视觉。第三，明天早上醒来，记得去户外晒5分钟太阳。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希望能给我按个赞或者订阅频道，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了。我是逆龄研究所，我们下期见。